今天视频的主题是段永平的终局思维。所谓终局思维，就是一眼看到底的能力。一件事情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然后我把它最后的那个状态作为我当下决策的主要参考。视频开头呢，我先讲一个很精彩的案例啊，各位可以跟着我的讲述一起沉浸式的思考一下。我们知道段永平1995年创办的步步高是一家面向大众的电子消费品公司，他们历来在市场营销上有很大的投入啊。1999和2000年还2度成为了央视的标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为步步高服务的广告公司就赚到了很多的钱。这个时候步步高就有高管提出来说，这个钱与其让别人赚，不如我们自己办一家广告公司。这个提议听起来很合逻辑，对吧？那高管们是非常乐观的啊，就说我们掌握了最宝贵的客户资源啊，就是我们自己。至于人才嘛，可以招聘，方法嘛也可以学，我们有信心比别的广告公司做得更好。这里你可以暂停思考一下啊，如果你是段永平，面对下属的这个提议，你会怎么回复？段永平接下来的回答，我相信100个人里有99个人是想象不到的。他说这件事情的结果一定会是失败，因为如果你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应该是可口可乐广告公司和宝洁广告公司。然而结果并不是啊，这里面必然有原因。我不懂这个行业啊，也不知道那个必将导致我们失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失败。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啊，这个回答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终局思维。其实我们的数学课上都学过，你要去计算一个数列的极限，你是不用算它第5位、第10位、第100位的，这些短期的数据你都可以跳过去，你直接把那个 n 拉到无穷大，看最后它会收敛到哪个位置，那就是它的终局。段永平这段分析就运用了这样的数学思维。如果说你自身是甲方，是一项牢不可破的显著优势，那你不用去做那种短期的 SWOT 分析，你直接把时间轴拉到很多年之后，请问这个行业的终局是什么样的？那可口可乐、宝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甲方，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只要时间足够长，他们总有一天会孕育出世界上最成功的广告公司，而且别人再也追不上它。然而10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啊，那么你一开始的假设就肯定有问题，所以这个业务我们就不应该碰。你看这种终局思维啊，很有意思，对吧？我们好像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思考过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更深挖一步啊。这时候可能有人会提出一种疑问啊，那么就算你说的是对的，但如果一件事情今年能赚钱，明年也能赚钱啊，就算退1万步来说，它10年之后会做不下去，导致不得不关闭，但是它还是能赚这好几年的钱，那么我到底还该做不该做？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段永平讲的第2个案例。下面这段话来自于段永平2016年写的博客，我念一下啊。不做代工生产，最早提出不做代工生产的就是现在 OPPO 的 CEO 陈明勇，我不记得是哪年了，大概可能有20年了吧。为什么我们不做代工呢？长远来讲，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品牌，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到我们自己的产品上。做代工有很多很专业的公司，他们有很专业的办法去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要求，我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长远来说，我们是会输给那些专业做代工的公司。既然知道长远做不过别人，那我们干脆就不做。最后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做代工是考虑到了终局，并不是因为做代工赚不到钱，也不是因为我是做品牌的我看不上做代工，这不是啊，代工一样能诞生很好的公司。像电子消费品领域有富士康、比亚迪电子、和硕，像服装行业有申洲国际，半导体行业那是台积电了。他们把代工做到极致，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陈明勇、段永平啊，他们是分析了步步高的能力圈，认为从长期来看呢，我们是做不过这些职业选手的。如果我非要硬着头皮跟他们去竞争，去挣这一份钱呢，那就会不可避免的分散精力，导致我把本来应该用于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时间和资源用在了其他的事情上。那么长期来看，我失去的就会远比得到的要多得多。所以从终局思维出发，那这个市场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那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那些擅长去定义产品、擅长与消费者沟通的企业就应该去做品牌，而擅长做规模化、定制化的企业就去做代工，各司其职。那么你要考虑到这个趋势以及自身的条件，那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答案就会浮现出来了。这让我想到搜索算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算法叫做减枝，因为整个信息树它是不断的分叉的，你一旦判断这一根枝条最终是不可用的，那么就果断的把整个枝条剪掉，它上面还有各种更小的无穷无尽的那些分叉，你都不用看了，
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计算资源。对企业来说，一根一根的枝条被剪掉，那最后剩下的那根枝条就是我们该聚焦的事情。剪掉的那些就叫诱惑，剩下的这个呢就叫做正确的事。你选择去做了正确的事儿，并努力的把事情做对之后呢，赚到钱就会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要说我为了赚钱去做一些不正确的事儿，这样的话就很不健康，那更不可能长久。今天分享终局思维的最后一个案例啊，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推啊，推到步步高成立之前，关于段永平个人的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很多人应该知道，他第一段创业经历是90年代初家喻户晓的小霸王学习机。段永平用了5年的时间，带领一个亏损的日华电子厂，做到了年产值4亿，同行业市场占有率第1名。他个人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啊。但是在那个年代呢，集体企业的产权不清晰问题是非常棘手的，这个矛盾就逐渐激化了，而公司没有办法进行股份制改革。那么段永平是选择留下继续干呢，还是要放弃眼前你亲手打造的一切离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广东待了第一个企业呢，觉得还是有问题，就换到第二个，对吧？第二个呢，做小包我做的其实也不错，但是呢，最后呢，觉得又不对了。对，因为有些问题它不是一下会体现出来的因为由于机制的问题，我就想，如果按这样的办法，我5年、10年以后，我们其实是做不下去的。既然你知道10年以后你就会做不下去，你为什么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呢？5年、10年以后，这不是我追求的东西，那我这样做下去我是错的，我就离开了。不管多大的代价，都会是最小的代价。那现在事实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在听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啊，往往很难感同身受。但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舍弃掉自己多年的心血，放弃掉巨大的利益，这是一件极其困难、极其痛苦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境下，做出离开这个选择是非常非常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段永平在这样的人生关口呢，还是采取了终局思维。我在这家企业做5年、10年之后，那不是我追求的东西啊，那我现在就不应该继续再做了。你说放弃了多大的利益呢？这个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不管这个代价有多大，现在放弃都是最小的代价。那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啊。他1995年成立了步步高，到1999年的时候，步步高的3大品类，影音产品、通讯产品还有学习机都已经做到市场前3。后来步步高分化出来的 OPPO、vivo、小天才也都做得很好，而当初的那些竞争对手都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到这里你会发现啊，我们刚才的每一个案例里，段永平做出的判断和大多数普通人的判断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他每个选择可以说是反直觉、反人性的。但是呢，当我们用平常心去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本质，你就会发现这些选择背后的道理是非常简单而且朴素的。段永平的终局思维和我们前面几条视频分享的巴菲特的长期思维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连句子都是差不多的，他们都具备很长远的眼光，把一件事情一眼看到底，不在乎短期的利弊得失，他们都能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避开不懂的事情，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他们从不追求第一个上牌桌，也不妄图赢得最快或者赢得最多，他们追求的是尽可能的少犯错，让自己一直留在牌桌上。他们是用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式悟出了同样的道。视频的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下段永平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签名啊。他说，人们关注我们往往是因为我们做了的那些事情，其实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我们不做的那些事情。你看他不论是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小霸王，还是选择不做代工、不做广告公司等等啊，段永平他总是能着眼长远，然后呢用平常心去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事儿，在漫长的时间里用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决策，最后塑造了企业和个人的命运。我觉得我们去学习段永平的思维方式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培养你想任何问题都要去想本质、想长远的习惯，这样我们会少很多迷茫，少走很多弯路，